你知道这段 TikTok 歌曲是很多台湾儿童热爱的儿歌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 TikTok 变成台湾的新时代儿童台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小时候都听什么儿歌？可能是两只老虎、小星星。但你知道吗？现在台湾小孩最流行的可能是这个，轰隆康啷康啷康，或是这个，完了完了完了 ，BBQ 了。还有像是黑桃 A 啊、野摩托等等，在 TikTok 上面爆红的中国歌曲。TikTok 已经成为了台湾的第3大社群平台，全台的使用者超过450万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世代，包含了青少年跟儿童。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担心TikTok 不只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发音跟咬字，还会有统战的疑虑。甚至有国外还有专家认为，看太多的 TikTok 会有抖音脑，影响到小孩的专注力，造成忧郁、焦虑，甚至是失忆。TikTok 真的有这么糟糕吗？为什么会这么的受到年轻世代的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危害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2017年，中国的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推出了抖音国际版 TikTok， 让用户可以创作分享15秒到3分钟的短影片。目前使用者已经突破了10亿人。根据2023年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研究 ，TikTok 呢是台湾使用率第3大的社群平台，仅次于 FB 还有 IG。使用者呢大约占全台人口的2成，也就是大约450万人，主要集中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有36%。但因为这份研究的受访者呢，最低年龄是18岁，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得知18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详细使用情况。不过，我们有找到一份资料，是高雄一位小学老师分别对市区跟乡下2个班级的6年级学生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调查。调查发现呢，在最近2年有使用 TikTok 的学生大约有5成，完全没有用过的人只有1/4。而且这些小朋友呢，每天平均会花30分钟到1个小时看 TikTok， 到了假日就会提高到2个小时。那为什么 TikTok 在年轻族群当中会这么的受欢迎呢？或许原因可以分成2大类。首先是社交需求。政大大学报的报道有12岁的国小学童，他每天至少要看半小时的 TikTok， 就是因为呢，这样子隔天去学校才有东西跟同学聊。政大传播学院的教授认为人们会害怕错过跟其他人共创回忆的机会，或是担心自己跟社群脱节，所以会倾向去学习被大众广泛使用的社交平台。此外呢，在台湾的网络社群讨论当中，有很多的家长说，他们的小孩从幼儿园回家之后唱的歌都是从 TikTok 上面来的中国歌曲，也就是俗称的抖音歌。对这种现象，很多幼教老师分享，不是他们爱教抖音歌，是因为很多小朋友在家里看完就会带到学校来唱。那因为节奏洗脑，就很容易吸引其他的小朋友跟风。而部分的老师呢，也会因为小朋友对于歌曲的熟悉度高，就干脆拿来当做唱跳的教材，训练小朋友的手眼协调。此外，自我表现可能也是 TikTok 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有些人认为 TikTok 可以让他们做自己，不只是跳出跟热门影片一模一样的舞蹈，很有成就感。有些人呢还会改变舞蹈啊，改变这个运镜呢来展现创意。不过 TikTok 风靡全台的同时，也引发了部分专家的隐忧。有些专家认为用太多的 TikTok 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出现所谓的 TikTok brain， 也就是俗称的抖音脑。美国的精神科跟儿科专家表示，短影片呢，对于小朋友的大脑来说，就像是糖果一样，可以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让人感觉愉悦，然后不断的看下去。尤其是青少年的大脑还在发育，那些抑制分心啊、转移注意力的能力都还没有发展好，所以更容易成瘾。当他们呢在做一些需要持续专注的活动，比如说看书或者写作业，很容易会因为无法马上获得满足，就会觉得很无聊，该跑去滑手机。另外，美国有份针对高中生的研究，发现过度使用 TikTok 除了会焦虑啊、忧郁，甚至还会有失忆的情况。那虽然研究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原因，但有专家认为专注力受到影响，也会改变人们吸取讯息也跟处理记忆的方式。再来呢，还有很多人担心TikTok 可能会有统战的疑虑。首先 ，TikTok 很多影片都来自于中国，上面会有简体字啊，配上中国的流行歌、流行用语，像是厉害了我的国等等。很多人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发音、咬字以及日常用语逐渐中国化。例如，影片变视频，番茄呢改叫西红柿，甚至马铃薯还变成了土豆。这情况让很多人都崩溃，我的土豆是花生啊！加头大！有人担心呢，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渗透，不只会让台湾年轻人降低对于繁体字、台湾本土文化的认同，还可能更容易接受来自中国政府的观点。
再来是 TikTok 的资安疑虑，因为中国明令法律，当国家安全需要时，中国企业必须要提交用户的个人资料。有人认为这表示 TikTok 的用户资讯包含姓名啊、电话，甚至是指纹、声纹等等的这些生物辨识的讯息，都可能被中国政府监控。甚至 TikTok 呢还可能控制演算法，推播特定的政治宣传或虚假讯息，影响用户的观点和行为。那最后要提到的危害呢，是 TikTok 上面的安全隐忧。TikTok 常常会流行一些危险的挑战，例如开车门跳舞的 Kiki Challenge， 或是呢鼓励观众服用大量药物的本海拉明挑战，甚至呢是打破头骨挑战的恶作剧。其中鼓吹观众用家居用品让自己窒息的停电挑战，在18个月内呢就导致了20名儿童死亡，里面有15名的儿童年纪都不到12岁。很多家长都非常担心认为应该要严格的禁止 TikTok。但也有人认为呢，这些疑虑不是证据不足，不然呢就是错不在平台，甚至可能是年龄代沟。很多青少年认为大家对于 TikTok 过度妖魔化，其实上面有不少的好东西。比如说有学生分享 TikTok 有很多的教学影片，像是画画、摄影、英文文法教学等等，可以透过有趣的内容激发学习兴趣，是很重要的课外学习管道。再来呢，有幼儿教育学系的这个专家表示，现代社会呢要求小孩要5育均衡，他们同时要学习多个科目，在同时间处理多种讯息，而 TikTok 这类快节奏的影音媒体正好能够培养这项分析能力。再来，关于抖音脑的推论，有些人认为这部分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虽然短影音可能跟记忆受损专注力下降有关，但这也可能包含了其他的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比如说生活方式心理状态或是教育背景等等。另外，关于资安质疑呢 ，TikTok 也有话要说。TikTok 曾经发出声明表示 ，TikTok 不是中国企业，他们跟中国抖音是不同的产品，有各自单独的平台程式码以及管理团队。TikTok 呢只在非中国地区下载跟营运，而且他们管理团队位在美国、新加坡还有都柏林等地。再来 ，TikTok 表示，中国政府呢从来没有要求他们提供用户数据，就算真的有，他们也会坚决说不。不过，有些人不太买单这些说法，因为2022年呢 ，TikTok 执行长曾经坦诚，部分的中国员工可以存取美国 TikTok 使用者的资料，所以这些关于资安的指控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所以也有很多人好奇，面对 TikTok 可能带来的危害，到底该怎么办呢？因为 TikTok 可能侵害国家安全，有很多的国家，包含了美国英国、荷兰、澳洲以及台湾呢，都禁止在政府机构的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但有人认为，只有政府机关是不够的 ，TikTok 呢还是有不当内容，可能会危害到青少年，应该要像印度伊朗、尼泊尔等等国家直接全面禁用。不过有人批评这根本不切实际。TikTok 是台湾的第3大社群媒体，满足了很多年轻世代的社交需求，直接禁用呢会严重的影响到年轻世代的生活。而且就算真的禁了 App， 也禁不了内容。TikTok 上面的短片呢，早就攻占了各大社群平台，根本不可能完全移除。所以比起禁止有人认为呢，应该要从监管跟教育下手。首先是监管的部分，有人认为大家应该要去督促包含 TikTok 在内的社群平台管理，并且移除一些会危害到生命安全的挑战，以及各种假讯息善尽平台的责任跟义务。而对此呢 ，TikTok 也说，他们目前已经结合 AI 跟人工审查，移除不当的内容。甚至在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跟中央选举委员会、警政署还有事实查核组织合作，删除了违法或是有错误资讯的影片，总共1500支。但也有人批评总统大选时 TikTok 上面流传了大量选举作票的假讯息影片，就算 TikTok 有删除假讯息，感觉效果还是很有限。那面对 TikTok 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只聚焦在单一平台或是特定的问题上，因为科技日新月异，未来呢还是有可能面临到其他平台带来类似的甚至是更多的新挑战。那要应对这些不可控的未知有些人认为关键应该是要扩大视野，从小就给小朋友相关的数位教养，让他们能够提前的做好准备。对于要怎么样使用3C， 美国的儿科学会提供了一些建议。首先，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因为大脑正值快速发展阶段，应该要多和人互动，所以除了视讯之外呢，应该要避免使用萤幕。再来，针对2到5岁的小朋友，美国儿科学会建议一天的萤幕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6岁以上的儿童呢，就可以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来制定标准。重点是萤幕时间呢，不能够影响到睡眠或是玩耍等等的体力活动，确保身心健康。那不管用多久，美国儿科学会都建议家长不只呢要提供高品质数位内容，还要一起陪同观看。
除了可以帮小朋友把媒体素材的内容转换成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境，也能够随着孩子的年龄、使用情况，适时的教导他们网络安全以及使用规则。另外，也有专家建议，家长也可以借机跟小朋友一起来讨论数位内容来源跟目的，培养他们的媒体识读能力。不过有很多的家长认为最难的还是限制时间，很多小朋友只要一关掉荧幕就会大吵大闹。对此，有专家表示小孩不会天生就自愿放弃好玩的电子产品，但如果常常练习这些成功的经验，会强化大脑当中的连结，让下一次也能够适时的停滞。那为了帮助小朋友学会自我约束，有专家建议家长可以先跟孩子约定好使用时间，如果有好好遵守，可以给予一些奖励。再来呢，也能够透过 TikTok 或是 YouTube 的家庭功能，有效的管理小朋友的荧幕时间。而最后，也有专家认为单纯的禁用3C 的效果非常有限，如果同时增加线下活动，像是组合积木到户外踢球等等，就可以提升成功率。等等，你说你不知道还有什么活动可以做吗？那或许可以考虑我们最新推出的萌狗狗绘本以及卡牌游戏组。在我们刚刚讨论的议题当中呢，有很多的专家都会提醒小朋友的认知发展跟人际关系都很依赖现实社会的实际互动来学习。而我自己小时候呢，爸妈怕我沉迷于电视的卡通，就丢了一大堆的书给我看，但其实过程当中呢，很少有机会跟他们互动，觉得蛮遗憾的。所以我们想要呢，打造一款能够让大人小孩一起读书玩耍的产品，也就是现在放在桌上的这个绘本为什么不能玩手机，以及卡牌的游戏组今天玩什么，希望让爸妈跟小朋友可以一起创造快乐的回忆。那今天我也找来了团队里面的妈妈代表，跟我一起来开箱。这是企划阿廖。嗨，大家好，我是阿廖，家里有2个小孩，一个6岁，一个3岁。其实我算是不太给小朋友看电视，也不希望他太早接触3C的家长，所以我真的是蛮需要有一些像是绘本还是游戏组，让我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打发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绘本有没有办法帮你吧。这本书呢是在讲述这个盲狗狗一直在玩手机，然后妈妈叫它吃饭，它都听不到，妈妈只好把手机收起来，结果盲狗狗就崩溃了。后来他们去做了很多好玩的事情，像是一起骑脚踏车，去了面包店，去了公园玩。然后渐渐的呢，盲狗狗就觉得手机以外的世界好像变得更有趣了。那这故事就到这边，阿廖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书很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细节很多，像是这边呢，你看盲狗狗它的眼睛还有血丝，我觉得这很适合在亲子共读的时候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比方说就可以问他们说，你觉得盲狗狗怎么了？它的眼睛为什么会红红的？它每次看都会有不一样的回答这样就会有不同的收获。我能够理解，就除了绘本互动之外，我觉得玩什么也很重要。但很多的家长他们可能下班之后时间就已经很晚了，不是说可以出门玩就去玩的。所以呢，大家还有推出了这个盲狗狗的卡牌游戏组，让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在家里面跟小朋友玩。那在这个卡牌游戏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地图、很多张的任务小卡以及人偶们。所以我们首先呢就要来选择这个角色。我要盲狗狗。那我棉花糖猫。再来呢，我们要把这个任务卡牌摆好，就可以准备丢骰子了。我们就要依照这个点数移动格子，然后呢，我们就要抽一张卡牌。那我抽到的是这个飘飘挑战，把卫生纸丢到空中，吹气保持不掉落。这有分难度，难度简单是3下，困难是5下。好，我直接5下。好，那我们就开始飘飘挑战。你等一下就把这个丢在空中。刚刚不是说你要5下吗？来。好。好难。但我可不可以快速吹？可以啊。我吹完5下了。好，你挑战成功。那再来呢，就换你丢骰子了。那我们预设是踩到起点3次结束游戏，不过呢，可以随时根据这个时间还有小孩的岁数来调整。我抽到的是猜味道，闭上眼睛，请旁边的人拿一个东西给你闻，猜猜看是什么。那我现在就闭上眼睛。你戴口罩酱油吧，酱油吧。是酱油吗？我不知道啊。喝下去。是。不要说最后错。我不知道你这边要叫我是要干嘛。好的，那我们试完就先到这边。那阿廖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蛮有帮助的比方说它里面有一些卡牌，除了打发时间，也可以训练小朋友不同的能力。比方说它有一张卡片，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手放在头上，蹲着走10步，就像小鸭子在躲雨。那它这个除了好笑之外，也可以让小朋友练习肢体协调。我觉得像卡牌就是一个很适合出去跟家里面都可以使用的东西。像我有个朋友，他就是随身都会携带有点像类这样子的卡牌，因为他的小朋友中间总是要有一些放电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收获，我觉得他跟我分享说，
他在跟小孩玩的那个当下，他就自己也放下了手机，对然后自己多了一个可能2-3小时离开荧幕的这个契机，他就觉得哦这样子是蛮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开箱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盲狗狗绘本还有游戏组有想要了解更多，都很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这个资讯栏看看更多的内容哦。我们团队平常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发现网络资讯的品质常常参差不齐，有的时候演算法还可能会制造对立，所以团队呢也一直都蛮关注小朋友使用数位媒体的议题。那除了前面提到的 TikTok 危险挑战啊，美国禁 TikTok， 还有之前呢做过这个 YouTube 上面的 Elsa Gate， 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在看完影片之后再去找来看看。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其他社群平台也有短影音啊，为何只针对 TikTok？但我们认为呢，提醒大家要小心 TikTok， 并且关注短影音的危害，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即使因果关系还没有被证实哦，但短影音有可能影响到小孩子的专注力，造成忧郁、焦虑情绪，已经足以让很多的家长感到担忧。还有 TikTok 呢，有跟风二创的风潮，对于那些认知发展还没有成熟的小朋友，也确实有安全的疑虑。再加上台湾跟中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讨厌 TikTok。而我们也认为TikTok 带来的危害确实很需要关注。不过比起完全禁止呢，避免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家长的陪伴跟讨论。如果在荧幕时间时，家长可以挑选优质内容，或是用比较开放的心态，一起跟小朋友讨论网络资讯的优劣，不只能够培养媒体识读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加深亲子间的了解跟信任。在荧幕时间之外，家长如果能够尽量的陪伴小孩活动，也可以让小朋友认识到网络之外的现实生活，或许呢就能够比较减少这个网络成瘾的可能，增进家庭间的亲密关系。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家长好不容易下班呢就已经精疲力尽身心枯竭，所以如果大家有其他亲子互动的建议，也都很欢迎一起集思广益留言分享哦，或是也可以点开资讯栏看看我们好看又好玩的盲狗狗绘本跟游戏组哦。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小时候的童年都是怎么度过的呢？我荧幕高手，常常没日没夜的打电动或是看电视，比我户外达人哦，爸妈会带我去爬山戏水，从事户外活动。至于我最爱看书，喜欢跟爸妈一起去图书馆借书。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别忘了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TikTok 变成儿童台。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TikTok 危险挑战以及 Elsa Gate。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